是爱撒点小谎的木鸭一切之人。新水的先手基本反应不了，8秒的神速是一切压力的来源。这里教大家怎么木鸭神速啊，对，就是那个8秒的神速，诀窍就是盯着新水的靴子。哎，也是技能要念全名的工地日语拥有者。来。 新速우코탱공단 이지시계 모았다 히라이시 풍선 조연단 아메도 우코天空人，他就是木鸭的主人拉杰，依旧不吃压力。那如果说我加点奖金钻呢，平衡一下也可以吗？服了，哎，你这个全都反应了，全给你得了，要多少分你自己填。依旧灵动，压力满豆，依旧拉杰一下。哎，木鸭按一下啊，哎，木鸭按一下他的杀之怪腕，哎，木鸭按一下一技能直接交了，依旧正反手教学。水门打任何带图基本都是 counter 的啊，这里教大家怎么木鸭神速啊。这回知道为啥要加一句基本了吧？因为你拉杰叔叔不是基本，拉杰本名杨斌，身份证号。 作为一名火影老玩家，在2024年开始，他决定成为一名教学博主。2024年底才开始发作品，如今已经有了快200万粉丝，在村子里绝对算是个后起之秀了。涨粉这么快，主要是因为找对了赛道，在村子里他的教学可谓是独一份了。一开始的拉杰是做零基础入门教程的，给那些刚入坑或者是想入坑的观众讲解一下游戏的基础机制。发了10期新手教程之后，拉杰应该是感觉粉丝们已经学会了，直接画风突变，走上了自己的木鸭之路。然后他看他会不会平 A 的话，我们就直接2技能拦截了啊，因为他多半是要走过来甩尾的。 这反应也是没谁了。知州所中，猫的反应力是人的7倍，所以拉杰是猫娘。刚看完拉杰时期基础教学的粉丝，看到新视频，感觉天都塌了。打法学会了，木鸭怎么学，不亚于刚出新手村就要打 BOSS 了。老大，真的没有什么门槛更低的方法了吗？当拉杰成为一名实战教学博主后，人们也才算知道了这个男人到底有多深。我说的是忍者池的深度啊，不管什么忍者，到了拉杰手里都能玩出花来。不过这里提个醒，个人实力请勿上升到忍者本身的强度上，不光吃透自己使用忍者的机制，连对手的也都熟读于心。对面要出什么招，自己又该用什么对策，开局他就已经有完整的思路了。随着对局次数越来越多，你拉杰叔叔啊，最终也是完成了超进化，成为了忍界百科全书。咱们打火影就会说1技能、2技能和大招，而拉杰呢，直接把忍者技能名字全背了下来，甚至日语版本也会说每次开技能必须把名字完整念出来。最绝的是，拉杰每次都是边实战边解说，观赏性直接拉满了。一开始还有观众质疑这是不是后期配音，不相信有人能在专注木鸭的时候还能分神进行解说。不好意思，你拉杰叔叔因为太懒，根本不想弄后期配音。要是都这样了还不信，那可以去看看有人找拉杰进行的反应力挑战。有人这小子最精了，每次都趁拉杰注意力转移的时候突然袭击，偏偏拉杰全都反应过来，木鸭成功了。新水的神速、虎皮的天锁暴藏、带土的拔刀斩以及屏幕外的灵针起手都能轻松木鸭，这下看懂了。拉杰其实是一个训练教官，不过拉杰也不是完美的，确实有木鸭不过来的时候，这个是真没招。黑皮体育生出伤比动作快，人还在屏幕外就被抱住了，神来了也得挨一个抱抱再回去。而且根据实战能看出来，他的走位不是很好。为了弥补这个缺陷，就开始了木鸭。因为不会走位，所以全点了木鸭。该说不说，木鸭真比走位帅多了吧？不信你再看看拉杰，每次成功木鸭别人技能之后，就是这个表情。别的不说，就光看脚反应这一招，这让我们怎么学？但这招确实有用，就连麦特凯学了都赞不绝口。常に相手の足だけを見て動きを洞察し対処するんだ。確かに。言われてみれば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，成功的路上少不了嘲讽。有人吐槽拉杰的视频太豪了，又是喊技能名字，又是说工地日语的，看着就尴尬。我说白了，我白说了，大招的名字就是要喊出来啊！真没人觉得中2形态的拉杰很帅吗？而且玩火影真的很难忍住不自言自语吧？谁懂以前上课的时候，同桌突然来了一句叶凯的救赎感啊！不过拉杰确实是有点豪情在天的，玩了快2年互联网，作品还没过100，经常1个月才发一次视频。后期配音你可以说拉杰懒，但更新速度慢还真不是懒。你拉杰叔叔啊，每次都是用实战对局当素材，光是打赢的不能用，必须得是赢的特别帅的那种才能被称为素材局。1期视频不知道得打多少把才能完成，这样看的话，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了。怪不得拉杰的视频观赏性那么高呢。另外还有说拉杰菜的，也就在低分段炸鱼打素材了，这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。拉杰的实力或许不是最厉害的，但低分超那也是超，而且拉杰这小子最精了，在高手如云的月初打上2600，非说自己是低分超，做全忍者教学，边打边解说，还能游龙，实力肯定是在线。网上串串就算了，现实谁玩火影的时候不想一边开大一边用工地日语念出大招名字啊？平石レコン天空山錦いくら傷つくことも一生は体断らない。